最近坊间兴起一股煮水果风潮，许多人开始好奇，水果煮熟了吃，营养会不会翻倍，甚至有胜过药的功效。常听人说，别再傻傻生吃水果，到底是耸动噱头，还是真有科学道理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，为您介绍6种常见水果煮熟后营养变化，以及4类特别适合吃煮熟苹果的人群。无论您是爱好养生的朋友，还是对传统中医食疗感兴趣，都请您耐心看下去，答案将让您大开眼界。一般人吃水果都习惯洗净后生吃，觉得这样维生素保存最多，营养不流失。但其实生吃好还是熟吃好，并非绝对，要看水果种类和个人体质。加热确实会破坏部分营养，例如耐热性差的维生素 C， 在高温下会损失水果，细胞受热破裂，果汁流出，外观和口感都变软。然而另一方面，烹煮也有增强营养的奇效，释放更多抗氧化物质。水果中的多酚、类黄酮等抗氧化成分，加热后虽总量可能略减少，但因为细胞结构被破坏，原本结合状态的这些物质转为游离态，更容易被吸收，整体抗氧化活性反而增强。这意味着煮熟水果在某些方面保健作用更佳，释放出有益成分，像红萝卜、番茄这类富含胡萝卜素、茄红素的果蔬，加热能使这些天然色素更充分释出，提高人体利用率。著名例子就是番茄酱，比生番茄含有更多可吸收的茄红素，可见熟吃未必营养减少，反而有加分项。软化膳食纤维，水果中宝贵的果胶和纤维遇热变得柔软，虽然膳食纤维本身含量不会增加，但软化后更温和，对肠胃刺激降低，肠道更容易吸收，通便作用也更明显。尤其对消化能力较弱的人，熟水果的纤维较不容易引起不适，矿物质大多保留钾、镁、钙、铁等耐热营养素，在加热过程中并不容易流失，只要连汤带渣一起吃下，矿物质和可溶性维生素还是进入体内。例如苹果煮水时，水溶性的营养会进入汤中，只要连汤带果肉一起吃，就不会浪费掉。总的来说，水果熟吃利弊并存，正常健康的人直接生吃可获得更完整的维他命等营养，但对于某些人群或特定水果，熟吃能发挥特殊功效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，说煮过的水果一定胜过药，但确实有些水果煮熟后口感更佳，营养更易吸收，甚至有辅助调理身体的作用。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看哪6种水果煮熟后营养翻倍，生吃熟吃各有哪些差异吧。以下介绍6种常见水果，它们在煮熟后呈现出与生吃截然不同的营养特性与健康功效。我们将逐一比较它们生食与熟食的优劣差异，让您吃水果更聪明。1. 樱桃，煮出润肠抗氧的甜汤。生樱桃，樱桃被誉为铁元素之王，每100克樱桃含铁量居水果之首，还富含维生素 A、C 和多种抗氧化物质，如花青素、类黄酮等。新鲜樱桃酸甜多汁，营养丰富，生吃能补充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，具有抗氧化、抗发炎及改善贫血等益处。熟樱桃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樱桃其实可以煮着吃，煮熟的樱桃更容易消化，温热的特性有助于健脾养胃。加热后，樱桃中的抗氧化物质更充分释放，花青素等多酚在热汤中游离，提高了抗氧化活性。此外，煮樱桃汤的膳食纤维较柔软，对肠道通便作用更明显，可帮助改善便秘。煮过的樱桃甜味提升，酸涩减弱，特别适合脾胃虚弱、消化不良的人食用。中医也称樱桃，性甘温，入脾，有润中益脾之功。古人甚至喜欢将樱桃熬汤或泡酒服用，认为能补血养颜。若您觉得生樱桃不好消化，不妨将樱桃加水小火慢煮成樱桃甜汤来喝，既美味又暖胃。小提示：樱桃虽好，但糖分不低，熟吃甜度更甚，糖尿病患者不宜多食。另外，樱桃属温性，平日易上火者生吃适量即可，煮熟后温性稍缓和。2. 山楂，开胃助消化，小心酸性过高。生山楂，山楂酸甜可口，是很多人儿时记忆中的糖葫芦主角。
新鲜山楂含丰富的有机酸、柠檬酸、苹果酸等和维生素 C， 有健胃消食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中医很早就将山楂入药，称其性微温、味酸甘，能消食化积、散淤血。日常生活中，吃太多油腻肉类消化不良时，来几片生山楂或山楂片，有助促进胃酸分泌，帮助消化。但是生山楂非常酸，对牙齿和肠胃刺激较大，空腹吃可能引起胃痛或损伤牙齿珐琅质。此外，山楂生食偏寒，脾胃虚弱者生吃容易不适。熟山楂，很多人更熟悉山楂熟吃的样貌，例如山楂汤、山楂茶、山楂糕。煮熟的山楂酸味减弱，甜味凸显，更容易入口。同时，其中的酵素与活性成分释放出来，有效促进消化液分泌。难怪中医说山楂是治疗饮食积滞的妙品。给小儿吃点水煮山楂或山楂水，可以开胃健脾，缓解积食，帮助小朋友吃下饭去。此外，山楂含有的黄酮和三萜类化合物在加热过程中仍能保留，具有扩张血管、降血脂、抗氧化等效果，对中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颇有益处。不过要提醒，山楂虽好也不宜过量，尤其胃酸过多、胃炎或胃食管反流的人不建议食用山楂制品，以免刺激胃酸分泌，加重烧心反酸的不适。另外，孕妇初期也忌食过多山楂，因为中医认为山楂有活血作用，恐影响安胎。日常应用，饭后觉得胀腻时，试试山楂陈皮茶。山楂配少许陈皮煮水，既助消食又理气健胃，需要注意山楂酸较强。煮茶时可加些冰糖中和酸味。3. 梨子，凉润生津，熟吃更温和。生梨，无论是一般的香梨或中医常提的雪梨，生吃时都是性寒的水果。梨肉鲜嫩多汁，富含水分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，有润肺止咳、清热生津的功效。感冒燥咳、喉咙疼痛时，吃生梨或喝梨汁能清肺火、化痰止渴，是传统的食疗方。然而生梨偏寒凉，对脾胃虚寒的人来说，空腹或一次吃太多容易引起腹泻、胃部不适。因此民间有句话：梨润燥，但寒凉，虚寒者慎之。熟梨，将梨蒸熟或炖煮后，寒性大大降低，对肠胃的刺激减小。熟梨依然保有润肺化痰的作用，而且因为变得温润，更适合脾胃较弱、怕冷的人食用。经过加热，梨中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充分释放，营养更易被吸收。中医认为，熟梨滋阴润燥功效更佳，能养肺阴、止干咳。经典的冰糖炖梨就是将梨去皮挖心，加冰糖和川贝母慢炖，常用于治疗干咳少痰、喉咙干痒。煮过的梨肉软烂香甜，连同汤汁一起吃下，既止咳润喉，又不伤肠胃。现代营养学则指出，梨本身维生素 C 含量相对不高，熟吃时营养损失有限，而钾、果胶等耐热成分仍全部保留。尤其果胶在煮过后更易发挥调理肠胃的作用，有助于通便和调节血脂。所以熟梨可谓老少皆宜，老人、小孩或病后体弱者用炖梨代替生梨，更能吸收到梨的营养而不伤胃。日常应用，秋冬干燥时，不妨做雪梨银耳汤。雪梨与银耳、红枣同煮，润肺滋阴效果加成。怕冷的人煮梨时，可放1-2片生姜，同时中和梨的寒性。熟梨最好温热食用，滋润又养胃。4. 苹果，平凡水果，煮出非凡功效。生苹果，苹果是再常见不过的水果，有每日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的谚语。生吃苹果香脆可口，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、钾等营养，但每种成分含量并不特别突出。苹果的优点在于多酚抗氧化物质和果胶丰富，有助于调节血糖、控制体重、预防慢病。生苹果性味平和，略偏凉，中医认为可生津润喉、清热除烦，对燥热口渴、喉咙痛有一定缓解作用。不过，对于胃肠敏感的人，生苹果中的粗纤维可能稍难消化，空腹大量食用可能引起胃部不适或腹泻。熟苹果，苹果煮熟后摇身一变，成了养胃助消化的佳品。中医指出，
熟苹果偏温性，常于健脾养胃、收敛止泻。很多人可能想不到，煮熟的苹果反而能止泻，因为加热后，苹果中的果胶释放并形成保护膜，覆盖在肠胃黏膜上，减少胃酸刺激，对腹泻和胃酸过多者有帮助。现代专家也证实，苹果加热后膳食纤维和果胶软化，更容易被吸收，营养作用发挥更充分。重要的是，苹果本身维生素 C 含量不算太高，每100克约仅5毫克，煮一下损失不大，而大部分矿物质和抗氧化物仍然保留。尤其苹果中的钾元素耐热不流失，有助心脏健康和降血压。多酚类抗氧化剂在水煮过程中并未被破坏，仍能抗氧化，预防慢性疾病。有研究指出，水煮苹果内部营养元素并不会流失或改变，果胶反而更稳定，能吸附肠道细菌和垃圾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脂和胆固醇。因此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周吃上几次煮苹果是简单有效的保健方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煮苹果水最近成了网络热门话题，不少人把苹果煮水当偏方。营养专家表示，苹果煮水的最大好处其实是让人多喝水，同时摄入部分水溶性营养，有助改善干燥的肤况和肠胃状态，但绝非灵丹妙药。对已有腹泻症状的人，刚开始别急着喝苹果水止泻，更适合在治疗后期作为调养来喝。总之，苹果煮熟吃具有温润补益的效果，但不能夸大为比药还灵。正确做法是蒸苹果或煮苹果，连汤带果一起吃，才能摄取完整营养。而且建议以整颗苹果带皮带核切块去煮，因为苹果皮富含多酚和膳食纤维，煮后再吃下肚更好。如果嫌白水煮单调，可以加入红枣、银耳等食材同煮，滋补功效更上一层楼。日常应用推荐一款养生煮苹果汤，苹果1颗切块，与雪梨1颗，广陈皮少许，菊花数朵，姜片1片一起煮20分钟，即成苹果雪梨茶。此方可润肺止咳、健脾和胃，非常适合干燥季节保健饮用。不过体内湿热重或血糖偏高的人，喝苹果汤时要适量，以免摄入过多糖分。5. 葡萄煮出养生茶，润肺又护心。生葡萄，新鲜葡萄晶莹饱满，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果糖以及多种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C 和叶酸，还有钾、钙、磷、铁等矿物质，其中钾含量高，有助利尿消肿；铁含量在水果中名列前茅，补血效果佳。葡萄皮和籽更含大量多酚抗氧化物，如白藜芦醇、花青素、单宁等，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，可抗氧化、抗发炎、预防血栓。生吃葡萄能迅速补充能量，养肝肾，强健筋骨，在中医看来有补气益血、强筋骨、利小便的功效。但是鲜葡萄属性偏凉，吃多了可能导致肠胃偏寒湿的人腹泻。另外，葡萄皮难消化，有些人吃葡萄会去皮吐籽，反而浪费了营养。熟葡萄，您或许没想过葡萄也能煮熟吃吧？其实葡萄干煮水是流传已久的养生法。以黑葡萄干为例，经过晾晒脱水的葡萄干营养更集中，煮水后释放出葡萄糖、果糖提供热量，钾溶出后利尿排肿，还带出钙、镁等有益骨骼的矿物质。葡萄干富含的铁质和多种多酚抗氧化物易进入汤中，有助补血抗老。黑葡萄干煮出的水带淡淡甜味和葡萄香气，温补肝肾效果佳，民间常用来改善贫血，缓解疲劳。尤其对中老年女性、气血不足者，常喝葡萄干水有不错的滋补作用。中医还认为，温热的葡萄汤可润肺止咳、清热解毒，对秋冬干咳、喉咙不适有一定缓解。此外，煮过的葡萄或葡萄干更易消化吸收，对脾胃较弱的人友好。同时，由于水温控制在100摄氏度左右，短时间煮沸，维生素 B、维生素 K 等耐热营养几乎不受影响。有说法称，煮熟后葡萄中的维生素 B 和 K 含量相对提高，可能因水分减少、营养浓缩所致。不论如何，熟吃葡萄保留了抗氧化精华且吸收更充分，对维护心血管、
保养肺部都有益处。日常应用：试试简单的葡萄干红枣茶，黑葡萄干30克加红枣数枚，清水700毫升，煮沸后转小火10分钟即成。此茶甘甜温润，具有补血益气、利尿消肿的作用。但提醒糖尿病患者，葡萄干含糖高，煮水时红枣也甜，饮用要节制。同时，肾功能不全者因葡萄钾含量高，也需咨询医生后再饮用。6. 柚子果肉营养丰富，果皮煮出饱。生柚子，每逢中秋前后，台湾盛产文旦柚。新鲜柚子果肉饱含汁水，酸甜适口，维生素 C 含量极高，每100克约含60毫克以上，只削半个中等大小柚子就能满足一日维 C 需求。此外，柚子富含钾，有助降血压、膳食纤维、有益肠道以及独特的柚皮苷、柠檬苦素等黄酮类成分，这些成分对保护血管、降低血脂、抗氧化很有帮助。生吃柚子清爽消滞，可化痰降火、解酒毒，在中医看来属凉性，能清热润肺。但柚子果肉生食对部分胃弱者稍嫌寒凉，而且柚子的营养有很大一部分蕴藏在厚厚的外皮中，若只吃果肉就可惜了。熟柚子，柚子煮熟吃的奥秘在于它的果皮。柚子皮其实蕴含与柚子肉不相上下的营养成分，包括丰富的果胶、黄酮、挥发油等等。但生的柚子皮又苦又厚，直接吃既不好消化也难以下咽，因此民间想到妙招，把柚子皮煮着吃。最常见的是做蜂蜜柚子茶或糖渍柚子皮。做法是将柚子皮削去表层青绿的苦油部分，留下白囊，切丝后与柚子果肉、冰糖同煮成酱，再加入蜂蜜调和。经过炖煮，柚子皮的苦涩物质被分解，释出大量的果胶和黄酮进入汤汁，不仅风味香甜，还充分发挥了柚皮的保健价值。柚皮中含有的柚皮苷，一种黄酮，受热转化更易吸收，抗氧化、抗炎能力增强。常喝蜂蜜柚子茶，有助清热润喉、宁咳化痰，对秋冬嗓子干痒或有燥咳的人颇为适合。同时，柚子皮中的挥发油还有一定解郁、提神作用，泡茶饮用，芳香四溢，令人神清气爽。除了泡茶，柚子皮还可入菜，例如切丝后与肉丝清炒，或者糖渍后当蜜饯，都是不错的吃法。总之，柚子这颗宝从皮到肉都能物尽其用。煮熟后的柚子皮摇身变成养生佳品，一点都不输药材。此外，柚子肉本身煮熟也能吃，有人用柚子肉加冰糖煮水，清香甘润，可助消化和解酒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柚子包括葡萄柚中的某些成分会影响药物代谢，服药的朋友要避开大量食用或饮用柚子制品，以免干扰药效。日常应用：中秋吃完柚子，别丢柚子皮，试着自制蜂蜜柚子茶，将柚子皮和果肉切碎，用清水小火煮30分钟，加冰糖煮至浓稠，放凉后拌入蜂蜜保存。冲泡一杯自制柚子茶，不仅美味，还能美肤养颜、解油腻呢。不过，柚子茶含糖量颇高，喝的时候记得兑水，不可贪多。以上6种水果各有其熟吃的奥妙与益处。简言之，樱桃熟吃抗氧更强，山楂熟吃助消化，梨熟吃润燥不伤胃，苹果熟吃健脾止泻，葡萄熟吃滋补润肺，柚子熟吃皮更有价值。了解了这些差异后，我们也要强调，并非所有水果都适合煮熟。例如富含维生素 C 的奇异果、草莓等，熟吃会让最珍贵的维 C 流失殆尽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区别对待，该生吃的生吃，适合熟吃的就大胆换种吃法，为健康加分。前面我们提到苹果煮熟后对健康特别有益，那么哪些人应该经常吃点煮苹果呢？以下4类人多吃熟苹果恐怕胜过吃补药哦。1. 肠胃功能不好的人，如果您经常饮食不当、消化不良，甚至患有慢性胃炎、肠易激等问题，生冷水果往往让肠胃雪上加霜。这类人适合把水果煮软了再吃，尤其是煮苹果。苹果经水煮软化，纤维变柔和，果酸减少，
胃肠负担大大降低。煮熟的苹果既保留营养，又像一道天然肠胃调理汤，帮助吸收营养，恢复肠道正常运转。很多肠胃虚弱的长者反映，生吃水果容易胀气不适，但喝温热的苹果煮水后感觉很舒服，可见肠胃不好的人把苹果煮着吃，确实更养胃。2. 畏寒怕冷的人，有些人属于畏寒体质，一吃生冷食物就腹泻、胃痛，这类人特别适合水果加热后再食用。苹果性平偏凉，生吃对畏寒者不利，但煮过后苹果性质转温，不再寒凉刺激。水煮苹果时，水温控制在100摄氏度左右，短时间加热既杀掉部分对胃不友好的酵素，又不会过度破坏营养，抗氧化物质和多酚类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。因此畏寒者吃煮苹果两全其美，既享受到水果的营养，又避免了生冷伤胃。一到冬天手脚冰凉，肠胃容易不适的朋友，不妨养成吃热水果的习惯，给胃一个温暖的呵护。3. 牙口不好的长者，苹果脆爽的口感对年轻人是享受，对牙齿不好的银发族却是负担。很多老人家牙齿松动甚至脱落，生啃苹果咬不动，还伤牙。煮熟的苹果变得软烂如泥，不需费力咀嚼，入口即化，非常适合牙口不好的长辈。同时，老人消化功能较弱，吃硬苹果可能消化不良，反而煮苹果更易吸收。有营养师调查发现，很多独居长者因为牙齿问题很少吃水果，导致营养摄取不足。如果用煮水果的方式，就能帮助他们顺利补充维生素和纤维。所以说，牙不好的人与其强啃苹果，不如煮苹果汤喝，更方便安全又养生。4. 心血管不好的中老年人，苹果富含钾、果胶和多酚，可说对心血管健康相当有益。钾有助稳定血压，预防中风；果胶能降胆固醇，促进排出胆汁里的胆固醇；多酚则抗氧化，保护血管弹性。对于本身有高血压、高血脂或动脉硬化等问题的中老年人，熟吃苹果更能充分获取这些营养，因为煮过的苹果更容易消化吸收，营养释放完全。老人家哪怕食量小，喝上一碗苹果水连苹果泥，也等于吃进去整颗苹果的有效成分。长期坚持有助于降血压、降血脂，保护心脏和血管。难怪有人把苹果称为水果中的降脂药，尤其煮熟后对老年人的照顾效果更明显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要取代药物治疗，而是作为日常食补，让心血管不好的朋友多一层天然的防护。综上所述，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在以上4种情况中，请尝试定期食用煮熟的苹果。简单的一碗苹果汤，胜过补药滋补，或许就是调理身体的小秘方呢。煮水果的益处并非玄之又玄，其实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都提供了相当有趣的观点，我们不妨双管齐下来看。中医学将食物分为寒、凉、温、热、平5性，强调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，也就是根据个人体质选择相宜的食性。大部分水果属性偏凉偏寒，生吃能清热降火，滋阴生津，但对脾胃虚寒的人不利。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脾胃喜温恶寒，所以寒性水果煮熟后寒性降低，甚至转为平和或微温，就更容易被脾胃接受。例如生梨性寒，清热润燥；熟梨性质温和，润燥效果更佳且不伤胃。再如苹果生食偏凉，熟食后反而健脾暖胃。烹煮其实是改变食物性质的妙法，中医食疗中常用，像姜炒大枣能温胃，蜂蜜蒸橙子治咳嗽，都是利用加热改变或加强食物的药性。除了寒热转化，煮水果还增强某些药用功效。中医称水果为果品，有些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良药。山楂熟食消食化积更强，橘子烤过化痰止咳更有效，柚子皮经过煮制，苦燥之性减弱，反而善于健脾化湿。可见水果熟吃在中医看来是顺应人体需求纠偏扶正的巧思，使水果从单纯的食物升级为具有食疗作用的药果。不过中医也提醒，水果虽能治病，但不能代替药物，我们运用煮水果食疗只能辅助调养，不能把它当成万灵丹。此外，
任何食疗都要辩证施食，热症用寒凉果，虚寒用温热果，不能一刀切。例如，内热燥渴的人适合吃生梨、生橘子，而阳虚怕冷的人则适合煮苹果、蒸梨子。掌握这个原则，才能把握住煮水果的精髓。从科学角度看，煮水果最大的改变在于物理结构，加热使水果细胞壁崩解，纤维变松，营养释出，因而出现吸收率提高的现象。例如前文提到苹果加热后，果胶更易吸收，抗氧化物质游离肽增多，这都是细胞壁被破坏的结果。另一项好处是降低了刺激性，粗硬的膳食纤维软化后对胃肠更温和。对于老人、小孩这些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，熟水果反而比生水果更容易获取营养。很多长辈吃生蔬果会胀气，但吃炖烂的水果泥却没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营养成分方面，加热确实会损失部分如维生素 C、B 族这类水溶性且怕热的维生素，但水果中像钾、镁、果糖、有机酸、果胶等成分基本不受高温影响，尤其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超过 95% 都能保留。研究发现，常见硬质水果如苹果、梨、凤梨等，加热后其总抗氧化能力不减反增。原因在于一部分抗氧化物被破坏的同时，也有更多原本被束缚的成分被释放出来，相互抵消，甚至竞增了抗氧化效果。因此营养学上评价煮水果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一无是处，反而有利有弊，需要平衡。对于那些维生素 C 特别高的水果，奇异果、橘子等，生吃才能充分获益，但对于纤维、多酚含量高而维 C 一般的水果，苹果、梨、桃等，熟吃反而是聪明的选择。整体而言，健康成年人每天应摄取足量新鲜水果，但适当将部分水果改为熟食，可以丰富营养摄取途径，改善肠胃负担。水果生吃也好，熟吃也罢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其中的营养，为我们的健康服务。通过上述介绍，我们了解到有些水果煮熟后的确能营养翻倍，或更适合特殊人群食用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煮过的水果真的能胜过药。正确的心态是，水果永远是水果，不是药，但聪明的选择生吃或熟吃，却能在日常饮食中达到食疗养生的效果。对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不妨试着将部分生冷水果改为热热的吃，或许会发现身体更舒服了，长期下来小毛病也少了。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，药补不如食补。当您下回再买苹果、梨子、山楂这些水果时，记得试试我们分享的熟吃方法，为家人煮一锅香气四溢的水果汤，在寒冷的夜晚端上一碗，既暖胃又暖心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您带来新的灵感，让我们用亲切关怀的心和科学养生的智慧，在日常饮食中吃出健康，吃出幸福。祝愿大家都能享受水果的美味，同时收获加倍的营养与活力，身体棒棒，远离病痛。